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睁眼说瞎话。你在看见什么了？你在哭什么了？没出息。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睁眼说瞎话，你在看见什么了？你在哭什么了？没出息。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哎，大家好啊！我们等一下就要准备开始喽啊！这个我们时间到就开始哈。好，大家晚安，大家好，那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啊！这礼拜啊，真的是风风火火，风风火火啊！我就觉得世界上哦，真的是我们该怎么讲呢？真的是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啊！这世界实在是疯狂的事情啊，实在是太多了。这个礼拜我真的是见识到非常多的事情。好，那首先说一下哈，那这个我们的那个秋季补运法会啊，这个应该是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截止了啊，所以说你还没报名的啊，记得去报一下吧，好吧？一年只有2次。那在之后呢，我们大概在11月20号前后，我们开始批流年的业务。那还有就是说，下礼拜3了，老师会更新我们的批八字的系统。那这一次批八字的系统啊，就是排八字盘这个系统啊，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呢，我知道很多的一个先进长辈，还有我们的一些比较资深的少男少女们呐、啊，那老花眼啊，看那个盘呐、哦，要放大是比较辛苦一点的。所以说，因为那个盘的页之前我们是用那个 JavaScript 去写的，所以说它没有办法拉大。那为了克服这个状况呢，我焚高继晷，日以继夜。我没跟你开玩笑，真的是焚高继晷，日以继夜。我真的是耗尽心血，我重新把这个整个系统重新写一遍啊。就是我们更新的这个八字盘啊，你手机字已经放大，我字会放很大。如果你还是看不清楚，没有问题，你可以把它拉大，拉大，懂吗？哦，字可以拉大的啊，那个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个新增的项目呢，就是老师在里面呢，我写了一个算式，就是怎么样呢？之前我们在批流年时候才会给你的，就所谓的元天罡称骨歌，就是说你到底是几斤减肥，几两几钱啊？在暗示你这个运如何。以前在农民历就有，那你要自己算。没有，这一次呢，我直接把它写在我们的八字盘里面啊，你排出来之后，你就知道你几斤几两，不几钱几两。几两几钱啊？这个照着可以看了。但是我先跟各位讲啊，那个袁天罡称骨歌啊，不是袁天罡写的，那只是托名。那它准不准呢？就还好啊，它是有另外一种机制去算的啊。因为我是重新写嘛，我一个代码一个代码去 key， 那么它还是可以算出来。但是呢，就没有这么准啊。说真的，袁天罡称骨歌就是一个参考的价值。你说它完全不准吗？也不会，因为我知道它的逻辑在哪里，因为我要重写嘛，我那个公式要重新写。我一个做算命的。对不对？我还要去算数学，我就是数学不好，我才要当命理师。结果当了命理师，我他妈还要算数学，快昏倒了。哦，那所以这个东西下礼拜会更新哈，这个已经写差不多了，就有一些的细节还在出错，好吧？好，那我们直接开始啊，这个镇定宣导结束了。好，那我们来看了这个我们的台湾的国民党，他最近的大选啊，那就是选他们党主席啊。其实老师一直没有讲这件事情，因为呢，各位朋友有没有发现呢？之前呢，在那个总统大选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那个你的赵少康啊，他已经没有运了。那个郝龙斌啊，在好几年前也在跟各位讲过了，他也没什么戏了。所以说啊，你只剩下一个郑丽文啊，其实怎么选啊？当然那个张亚中我们就不要去想了，因为张亚中他本身就没有什么实力啊，他在台北可能有一点，他在南部啊几乎是没有实力的啊，完全是没有实力的。就是说他出来选呢也只是凑数，代表他有出来做嘛，对不对？人很重要，人要出来做，但做不做的才是一回事嘛，对不对？至少我出来，我去达成我自己的理念。我觉得张亚中校长这个方法做的是很好的啊，我觉得他虽然他可能知道自己不会中了，但是呢也是 OK。但是呢，我们看到那个赵少康啊跟郝龙斌啊有点更喜欢盯主题哦，我觉得他就就这样吧，因为毕竟就是
就是觉得这个位置啊不能给女人来当吧？我猜是不是这样？也不对啊，那个谁啊，小辣椒洪秀柱啊，他也去当过党主席啊。所以说我觉得有些时候事情啊就是时势造英雄，那你也没办法。但是郑立文他当选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当然我们今天要开一个小灶，就是讲了命理名人堂哦，就郑立文。那郑立文他出生在1969年的11月12日，各位可以帮我去查一下他到底对还不对啊？因为我刚才是临时去查的啊，这个是我刚刚才做的，你看上面有写的哈，10月19号列印，我刚刚查出来的。那么他生在己酉年的乙亥月的辛卯日啊，他现在57岁，这个岁数是很好的。我说真的，你这让赵少康来当啊，我也觉得是说不是很理想。虽然我不是国民党党员啊，我无党无派的，好吧，我是真的无党无派啊。哦，那这个就是说他现在57岁啊，这个年龄真的正好。因为这个年龄啊，真的是说你的精气神、你的人生历练啊，还有你的资源整合啊，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哦。其实60岁上下是在政治放光，还有放光彩啊，跟你去展现你自我最好的一个时间了。所以说，不要跟老师讲啊，老师说60岁还能干什么？60岁了，我准备退休。我觉得这是要分两种去想。准备退休的人啊，我觉得你心态也很好。你应该怎么样呢？你的事业第二春在哪里？什么事业呢？人生就是一个事业，人生这个漫长旅途就是你的事业。你怎么让你的人生可以在工作以外的地方，你还可以去迈向你的自己所喜欢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我觉得啊，你这个状况就是非常好的状况。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啊，你现在如果郑丽文啊，他要去当这个党主席啊，他的发展到底好不好啊？这个是我们命理名人堂当然是要去跟各位去谈的一个事情。那么呢，从这个格局来看呢、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个官格位啊，己酉月这官格位啊，明年他应该是要有所谓的他的贵人来帮助，但是实质上他是没有的，因为他的局里面已经把它合化掉了，所以造成的是说。他并没有办法受到别人的帮助，然后可以让他在党内顺顺利利去干事，这个事情是办不到的。反而是说怎么样呢？他明年啊，因为他被合化的关系，他被合化的关系，导致是说呢，自己人就会开始弄他了啊，自己人会开始弄他，等于说国民党明年会涉及到一些内讧的状态，加上明年有县市长选举的准备嘛，所以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的内忧外患对他来讲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地方。但是啊，他只要坚持住他自己的初心，就是他自己愿意去干到底的这样的决心啊，那么他就可以把逆境变成顺境，因为让别人可以看得出来，你是真的是要改变这个国民党，而不是只有老人还有是很深蓝，然后又是男人的这个局面。那你如果可以去突破这个障碍，并且跟民众党好好的去找出一个平衡之道，因为明年好像据说啦，这个我不知道，我是听人讲的而且网络上也在讲的，就是黄国昌他说他想选新北市市长，对不对？那他要选新北市市长，那么国民党推谁当新北市市长呢？还有就是说，你那民进党推谁当新北市市长呢？如果黄国昌你真的要出来选，那么你新北市有没有可能被人家旁走呢？这个就有这个状况。还有台北市呢，对不对？台北市应该是不会，蒋万安他不知道他第几任，好像第2任是我忘记了。说真的，我对台湾政治很冷感，我真的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柯文哲被放出来了柯文哲放出来了。那黄国昌你的着力人哪里？那还有就是说，你新北市，还有你新竹市，还有那些其他的县市你要怎么去运作？那其实对郑丽文来讲他的格局来讲，他并没有办法受到党的奥援。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些老人没有去掣肘他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像这次的赵少康，对不对？他就开始去吐槽他说他是一个脆弱的领导人，还有他是得票数最少的一个领导人，所以说呢，他是一个很难去统合这个大党的人。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你怎么去跟别人讲说你要号召团结？那这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已经知道是说，郑丽文对于明年他要去选这些事情其实是不容易的。他今年可以选上我说白了一件事情，好不好？今年能选上真的是因为他的对手实在是命比他更差，就这个原因呢，就是他对手命比他更差，运比他更不好，不然光靠郑丽文他是没有办法当选的。因为今年对他来说，他只有地利，没有天和，没有天时，也没有人和，他只有地利而已。那地利就是说他可能在地自己能够掌握的地方他掌握住了，但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所以他今年被选出来就有点像什么？像石破茂，你知道吗？石破茂就是变成最大公因数，就是我都不要，你不要，他不要，那么我们就选一个中间一个大家勉强可以接受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在台湾的整个县市长的选举的支持度里面郑丽文是没有其他县市长去公开去挺他说他当国民党的主席，反而是他的百姓支持度比较高，所以他就有地利，他没有天时，就是他其他的官员都不挺他。
那我们可以从洪秀柱的地方来看啊，其实在这个状况之下，国民党其实跟日本的政坛是有点像的。其实我觉得他们向来不服女人的管教，对不对？像我就很服女人管教，在家听老妈，对，然后在外听老婆，对不对？我就很服女人的管教，是不是？然后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君老师旁边笑，他不同意我也算了，好吧？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在国民党能不能够受到郑丽文的领导，能够去发达？我觉得对他来讲啊，他必须要坚持，你不坚持下去啊，以他的格局来讲啊，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而其实在对岸怎么去看他这个郑丽文当选之后，能不能对两岸之间有什么好处？我觉得实际上啊，对岸根本就没有看出来谁跟谁好。像赵少康他就说啊，如果他没有去放弃亲中的话，他的县市长选不好。我觉得赵少康也想太多了。其实你亲不亲中，那是百姓去决定的事情，不是你一个国民党的主席可以决定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吧，你朱立伦，对不对啊？他当了那么多次、那么多年的国民党主席，谁去管他了？也没人管他。是不是在之前江启臣呢也没什么太大的状况啊？在之前的洪秀柱你还有点状况，而在之前的马英九你还有点能力，但是现在其实你主席是谁已经不重要，百姓要看的是做事的人是谁，百姓看到的是拿出态度的人是谁啊？百姓拿出来的就是你能不能啊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的人，因为他是在野党嘛，这才是。所以说两岸政策啊，现在郑丽文他讲的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这个是没有屁用的，为什么？因为大陆不承认九二共识。今天不是我们台湾承不承认九二共识的问题，而是中国大陆啊，那共产党他不承认九二共识，对不对？因为九二共识是一边一个中国，但是呢各自表述，现在没有各自表述了，他这是形势比人强，连美国都要看他脸色了。你觉得他要看台湾脸色吗？不需要，那是完全不需要的事情。九二共识已经没有共识了。对方就只有一个中国一个体制的共识，就这么简单而已，对不对？啊，加上他现在这里我想打破这传统啊，就是你的世代交替啊，我觉得都 OK，因为国民党还是有人的新生代出来，所以这里面上来啊，他其实还是可以从基层拉一些他所要提拔的人上来，那么他就可以抵抗住像那种赵少康啊、郝龙斌啊，这些比较资深的这些国民党的那个老国民党的人啊，我觉得那个才是好事，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理想。至于说他能不能带领国民党打赢2026年的这个县市长选举啊，我觉得很简单一件事情啊，就是要看我们年底我们还会再出一个我们各大政治人物的命理名人堂，我们预测他明年的一个运势，那就可以明白了。其实我觉得2026年啊，你说民进党一定会输啊，我不这么认为。只要没有统一状况之下，他不一定会输。为什么？因为今年是我们总统他人生至暗时刻。今年他衰到爆，我去年我也讲这件事情，他今年他也真的衰到爆，那明年呢他就没有这么衰了，因为我跟他讲他是人生至暗时刻，他已经衰到那个底了，他明年就不会这么衰了，他就开始起来了，对不对？这个状况我们下次再说，好吧？我们过一段时间我们再看在命理名人堂的直播时候讲。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伟大的总统党的领导人，国民的救星，我们的金孙，不要金孙，他比我年纪还大，不能叫金孙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他的运就没有那么差了。那至于柯文哲吧，我对他的判断没有改变啊，就是这个样子，好吗？所以说啊，郑丽文上来啊，其实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啊并不大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所谓的看党主席的鼻息然后要去看这个整个党的运作了我说真的，这个时代已经是过去的。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 close 就这样结束了，好吗？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中美贸易战。然后中美贸易战这件事情啊，其实在过去的1周啊，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升级的状态。比如说什么呢？在他这个特朗普他就威胁，就是说在11月1日起啊，要对中国加征100%关税啊。这件事情我们之前有讲过，而且他增加了对关键的软体实施出口限制啊，比如说他也对那个中国传播每吨收50块美元的港口费。那你一个港口你进一艘货了，难道只有几百吨吗？不是啊，那个几万吨的，对不对？那你收50美元每一吨的话，那你开玩笑，那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所以他宣布这个之后，那中国就宣布对稀土还有些超硬材料这些物质啊实施出口管制啊，甚至把那个14家的外国清单变成不可靠实体清单。然后呢，他也反向对美国船舶收取每吨400元的特别港务费啊，这个应该是所谓的人民币啊，不一样因为他的5735差不多嘛，他就应该是对等的处理。还有对高通公司的立案调查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一个比较硬的状况来做进行的。而在昨天吧，中美贸易的经贸代表开始做视频通话，他们觉得应该谈一谈下去了。意思是什么呢？我记得他们的商务部就开始讲，是说你这个中国只要愿意开放这个稀土的出口啊，或是放宽稀土的管制啊，
那11月1号要做着100%的关税啊，也不是不行，延后3个月啊，那个我是看他的一个翻译，他是写说也不是不行，延后3个月。那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没有这么多的空间了，因为很简单，问题就是你敢课这100%的关税吗？我们今天讲这个比较实在的事情。中国它课美国的关税，那是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关键商品是很多，但是没有到影响直接到民生的地步。对懂老师意思吗？美国能够给中国百姓造成直接的影响的，难道是 Starbucks 吗？不是嘛，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嘛。就像 Starbucks 它也不是在美国进口的咖啡豆啊，对不对？所以说美国难道是用麦当劳去制裁中国吗？那也不会啊，人家还有华莱士呢，这华莱士真的不好吃。我在台湾我敢讲这个，我在抖音讲这个的话，我觉得我被他们法务警告。但是我说真的，中国的肯德基、麦当劳、华莱士，真的是不是没有吃过好鸡啊？我真的觉得很难吃。我真的台湾，我真的大声跟你讲，我真的觉得中国的快餐有够难吃，怎么可以干巴成这个样子？我他妈能吃鞋底哦！哦，在中国讲，我可能被他们法务告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等于说美国它出口到中国的东西啊，大概就是 C919那个所谓的发动机的一些制裁，或者是软体的制裁，或是像这次的一个 AI 晶片的制裁。但是中国可以给美国的反对的东西就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美国如果申请100%对中国的关税的话，那美国简直是让百姓不要活了。就简单一件事，那是不要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进口商品里面有80%以上，那是由 Made in China 的东西去进口到美国的。你加了100%关税，你觉得死第一个的那是美国百姓，还是死的是中国的商家？中国的义乌卖到这个美国去的商品，那是非常非常之多，这个绝对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还是一句话，如果没有义乌的商品，那美国找谁买？你难道自己开工厂去做玩具吗？难道自己开工厂去做这些小五金吗？可以，美国一定可以开得起来，他们又不是没技术，对不对？这不划算啊！你加100%关税，可能还比较便宜，美国自己做还比较便宜。为什么？因为你的薪资高啊，对不对？你薪资高，1个小时你收个12块美元，12块美元都已经是低薪了，这已经是低薪哦。那现在美国已经是低薪了，12块啊，你收到20块美元差不多，对不对？那你1个小时就收10几块，那等于是300多块台币啊，360块台币的价格，360块台币嘛，就是什么5、6、35、7、35，等于是说它要70块人民币，1个小时70块人民币的成本，你跟别人一天70到120人民币的水准去比，你要怎么弄？对不对？中国还是有很多精神小伙跟精神小妹的，对不对？人家一天给他100块人民币，他一样干，那你的成本比人家高那么多，你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比别人贵。那你加了100%关税，你还是比别人还要贵。那么临时你要去其他地方去进口，那难道其他地方包括欧洲啊，或者是越南啊，或者是你一些东南亚的地方，它能不能做比中国便宜？可以，加上关税一定比较便宜。但是你要下单、要生产、要运送，那你来得及吗？那也是要时间的，而且甚至有可能就是你越南啊，或者是其他地方所买到的东西，再转发给你美国人，那还是中国货，对不对？可能还是中国货啊，那怎么办？是不是？那还是Made in China，只是改个标，那最终你还是中国人卖出去啊。那还有什么差别嘛？你说洗产地，人家真的要洗，你也拿它没有办法。我说真的，因为它不是什么高精尖的东西，它很难去溯源。但是中国的东西出去就很容易溯源，因为包含它的稀土，它里面是会有一些他们特别的手法吧，做这些让别人可以知道是说，你真的把它的稀土放到哪里去，它是可以追踪得到的。所以在中国来讲啊，美国进口的东西啊是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国货去替代。所以它普遍选择性是很高的。但是美国现在要进行到是11月的感恩节，12月的圣诞节。那么你现在如果增加100%的关税，你告诉我沃尔玛它要不要涨价？它得涨价吧，对不对？或者其他的一些超市它得涨价吧？而不涨价的话，100%的关税不先涨起来怎么行呢？反正最后没涨那是你的事，但是先涨起来对它总是会有好事的。那不然现在不然的话，你现在库存怎么办呢？对不对？很多事情都会变成他必须要去做。所以说，圣诞节商品啊，87%是来自于中国。所以说，你高关税，你订单取消，那美国去买什么东西呢？你圣诞节、感恩节不让人家过，你等于让中国人你不要过春节，开玩笑，那不掀桌子吗？对不对？你可以掀了赵本山的桌，但是你掀不了春晚的饭。这不是很简单？那中国以前赵本山嘛，过了张海关，直认赵本山，对不对？人家以为是黑道大哥，没有，人家演小品的。
所以这个状况就会变得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再加上你的这样子的通货膨胀，加上你的关税化，那么你的美股你是要怎么样去支撑它的涨幅呢？现在美股涨了，实在是令人觉得是莫名其妙，对不对？当然也有大跌，前几天也有大跌的状况。我最近是比较忙，因为都在打代码，我没有时间去看股市。说真的，这有点不好意思哈，那个老师没有全心全意的去看整个世界的脉动，包含股市。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说，你的感恩节的东西跟圣诞节的东西，你今年怎么过？你很难过啊！你物价是一定涨的，因为已经涨了100%的，还没上去，就光过去你涨的东西，它就已经开始涨了。那么怎么去处理呢？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之前有讲过耶鲁大学它已经有算过了，每一年家庭支出啊，就因为这个关税战啊，怎么样，你就已经增加每一年增加了2400元的支出，每户家庭啊。2400元啊，那个就是一个大钱。我说真的，2400元那是一个大钱，等于说里面的一个收入来源啊，它可能就一个月薪水就不见了，对不对？你搞什么11奉献吗？是不是？那就不行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缩衣节食，加上他们本身没有储蓄的习惯，什么事情都是用预先消费来去做的话，那么你整个的美国经济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倾斜。这么大的倾斜啊，那据传了，好不好？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我只能跟大家讲这个据传。美国副总统万斯啊，据传我不知道，我就只听人家讲的，我听到谣言啊，就是万斯他大力的去购买那些破产的农户土地，对不对？为什么他有钱啊？不要问，很可怕，好不好？不要问他为什么有钱去收购这些东西，你就不要问了。但是据说有这个状况去做这些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前阵子啊，就前几天，美国的这个，因为他宣布那个关税调涨啊，所以说让那个虚拟货币啊。一夜之间让我爆仓了160多万户，但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讲，不要买虚拟币，不要买虚拟币，不要买虚拟币？你不要跟我讲，老师，你讲就那一天暴跌，隔天它又涨回来了，你爆仓那是你当天的事情，你隔天涨回来了跟你没关系，你懂我意思吗？那隔天跟你没关系，因为你爆仓了。所以说我在流月里面，我有没有一直跟大家讲，你不要加杠杆，你不要加杠杆，你不要加杠杆。如果你买的是虚拟货币，而且你没有加杠杆，你就是买了，这就是完完全全的是100%的仓的比特币或者任何的虚拟货币，你是不是它大跌的时候你不会爆仓？有没有说过？老师有没有说过？老师在讲，你有在听啊？这老梗啊，很多年轻人没听过。老师在讲，你有没有在听？对不对？还丢笔，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之前已经跟你讲过了，它一定会跌下来。那跌下来，它现在还可以涨回来一点，但是你已经爆仓了，没办法。而这个状况，那你说，我们的一个川普老先生，他是不是在这里面有获利呢？这个不知道啊，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他在靠总统币，他赚了一票，但是买他总统币的人大概都亏了脱裤子了，大概也是这样。但是脱裤子，你只要不做杠杆，你还是有大概3折钱可以出去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加杠杆，那它一跌，那你就完蛋了啊！不是只有百姓，我今天不是说你百姓贪婪了，就连日本的很多的一些寿险公司或是一些银行机构、投资公司，他们做这些杠杆都是100倍的，好不好？100倍的杠杆啊！我们一般人做20倍杠杆都已经要命了，他100倍的杠杆，甚至还有500倍的杠杆，怎么玩？那怎么玩？那个东西就是一点就要你发财，跌一点让你亏本，这个事情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知道，美国现在整个的经济是处于一个极度不稳的状态。那么在这个不稳的状态，那百姓一定会有抗议嘛？抗议是什么？就出现了这2天那个美国无国王日的一个暴动，不能说暴动啊，就算是示威抗议吧。啊，无国王日啊，据说啊，它里面有大概说啊，蛮多，在700万人呢，进行了这个无国王日的这个游行。那总共进行了有50个州，然后呢有2700场。那700万人参加的不要国王 No King 的抗议活动，当然这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在于是说，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停摆了18天，那么你这些公共服务受到影响，那么百姓一定会切身的感觉到，对不对？政府没有人办事的，再来就是说，我没有领到薪水的政府雇员，我也闲下来了，对不对？我也闲下来了，闲下来干嘛？抗议呗，对不对？你这闲下来不抗议干嘛嘞？对不对？而且你还领不到薪水啊，事后你恢复上班。据说他还没办法补你薪水啊，因为你没有来上班嘛，所以你后来只是恢复你的职位，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把你之前停薪的日子把薪水给你，那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有些人他等这个钱去付房贷、车贷，是不是？还有房租。那如果你停薪了，你已经算上面他们很多是2个礼拜领一次，
那你已经一次没领到薪水，2次没领到薪水了，那么第3次这些政府部门的人，他那些基层的雇员，他能不能够撑住下一次呢？那是一个极大的问号。所以在这无国王日啊，就变成是说比之前还要盛大一些。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个更有趣的事情啊，就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有讲，就什么呢？我们的川普老先生呢，还做了 AI 的视频，然后呢，就让他自己开了那个战斗机，然后 F-35战斗机，然后飞越那个抗议现场，然后丢下一大堆棕色物体。对，棕色物体，那有人说他那个是米田共，那他也没说是不是，反正他就认为我已经国王，我就是国王。对，你说我是无国王，我偏偏当国王给你看。他带着皇冠啊去做这些事情。那副总统万斯呢也做了一件事情，蛮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就直接做用 AI 影片，对，看起来好像是Midjourney做的，他就做了一个影片，然后呢就让那个裴洛西下跪，跟他一起下跪去叩见那个川普国王，川普戴了皇冠，然后拿了宝剑。这个事情啊，其实是一个应该可以这么说啊，这是美国的一个政治信仰的崩塌。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是一个政治信仰崩塌。美国之所以独立，它是要独立于英国，然后变成自己的国家，然后也不受英女皇的管辖，它本身就是一个共和国，它就是以民主做号召的。那如果你现在的总统已经把自己定为什么？已经把自己定为是说你是一个 king 啊，你是一个国王的话，那么你要怎么样去取信？是说你其他州的百姓我还要继续支持你呢？当然，一定会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共和党的党员啊，他一定说本来就应该反击啊，别人不让我们脸上泼脏水，我为什么不要反击？你反击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用总统的身份反击，因为总统是大家的总统，对不对？这个是民为重，设计这个军为轻，是不是民为重的事情？这个我相信在任何世界上的一个政治哲学啊，都以这个东西当做号召啊，是不是这样做是一回事的。但是啊，实际上啊，它是一个精神，就是说，就算是封建制度，他也说我为百姓为重，因为百姓就是国家的根本，对不对？你没有百姓，没有领土，没有文化，你没有这3个的话，那你不成一个国家。所以你一定要百姓，所以他们抢的是百姓跟领土，才要战争嘛。不然乌克兰在打什么，对不对？他就是要百姓跟领土嘛，是不是？他守住这个领土界限啊，对不对？那你俄罗斯他要拿的也是领土啊，领土下面有稀土啊，有资源啊。是不是以色列打的也是领土啊，对不对？他把上面人民消灭掉，然后用他的领土。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是说，你这个美式的民主如果已经被特朗普戴上皇冠的那一刻起，可能真实上，那么他整个的未来对世界上的号召力就会下降，因为其他国家号称的也是民主，而且呢，基本上也是走美式的民主。是不是比较多的状况啊？但还有英式的民主了，就是你是以代议制，然后用议会的上下议院来去做处理的。但是在整个状况之下，就变成大家所信仰的民主的灯塔，居然是一个国王在主政。那这个国王他在2年半之后，他会卸任吗？各位有想到这件事情？2年半之后会卸任吗？他会让库许纳来，他的女婿库许纳当总统呢，还是他的女儿伊万卡当总统呢？还是给他的一个 Junior 当什么都变成3代小川普当总统呢？是不是？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争议，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说接下来的所有的一个进行，你就没有一个道理可言。那么你要怎么去率领呢？你整个世界上你的民主进程，还有你的一些信仰，你要怎么去做呢？是不是？所以这个状况啊，就会变成未来整个在世界上会形成一个混乱。所以说我之前在推背图里面有说过，这个未来的世界大势啊，一定分成4块。第一个就是中国，第二个就是俄罗斯，第3个是欧洲跟美国。对不对？然后第4个是什么？中国、俄罗斯、美国跟欧洲这4个地方这个4个地方，那变成分裂起来。为什么欧洲分裂出来？因为美国第一个没办法给他宗教信仰，第二个你没办法给他实质的军事保护。为什么？因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跑去美国跟特朗普会晤之后，回去他的声调就软了，对不对？他就愿意去谈和平了。为什么？因为政府非常过不去啊。为什么过不去？没钱呗，对不对？你那些军火商他拿不到钱，他为什么要出给你武器？是不是？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美国政府没办法打包票啦，对吧？你没办法以债养债啦，没办法去买这些东西给你啦，那怎么办？那就完蛋了，所以他就只能安静了。所以反过来看我们这次的这个通膨事情啊，它影响层面是非常非常的高。它不是只有是说你的政治之间你能不能够把这个所谓的预算能够编排好，但是
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是说你的总统的号召力已经降低了。所以对未来来讲，美国它本身的一个政治基础啊，会不会有州长进行叛变啊，或是进行一个独立的一些公投想法啊，这个很难说。我说真的，这个是很难说的。但是啊，实际上他就算有这个想法，你真的要做啊，没有20年你也做不起来。就特朗普只会给这些地方有个契机，但是未来会不会成功，那当然就是另外一个想法了。所以说啊，接下来这个特朗普啊，他以总统身份跟万事以副总统身份啊，发布这个 AI 视频啊，基本上就已经是亵渎了美国的一些列祖列宗他们打下来的江山，完完全全的是在他们脸上抹灰、抹黑跟抹灰，让他们觉得是说这个世界将会产生一个新的总统，而且这个总统叫做国王，那这个就当然就很不好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特朗普他讲得很爽，他能不能去掌握到他整个国家的预算呢？当然是不行的，因为现在美国130万的现役军人呐，他薪资是刚刚拿到了钱了，因为他们是半个月里一次嘛。15号那一次啊，特朗普已经去其他地方调了80亿美元啊，比如说他砍了一些科技的预算去支付这个军饷。这个状况啊，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啊，这有没有跟各位讲过一个故事？叫什么呢？叫做明朝的故事，叫做明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这各位还记得老师跟各位讲的吧？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军饷状况之下啊，明军都在打不赢，你怎么打都打不赢，因为没有人会去免费的送死，你知道吗？免费的送死，对比付费上班还可恶，就是什么免费送死。各位去知道，这个美军啊，他们的一个特色啊是蛮有值得去商榷的地方。什么呢？这最近老师才知道啊，就说美军啊，你去这边当兵啊，也算是你的上班嘛，对不对？你效忠国家，然后呢，以国家去养你家，然后你就去为国家牺牲奉献，这个 OK 没有问题，军人嘛，没什么问题。但是呢，我听到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就是当然这不能说是完完全全的都是100%对了，但是据说啊，美国的士兵啊，你的制服是要付费购买的，一套800块美元。啊，不知道是不是一套了，反正他就是他那个身上的那个装束啊，800块美元，从你的薪水里面扣。这个跟付费当兵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士兵啊，你要买自己的身穿设备，然后你去当兵去上班，这个就已经可以去让我们回想到什么？回想到在中国封建时期啊，包含明朝跟清朝都是一样啊。元朝呢是他们打野战比较不一样，但是明朝跟清朝这两个东西就很特别。就是说呢，尤其是清朝，我们从清朝的历纪来讲，清朝啊，你要去当兵当8旗士兵，对不对？可以，是不是？那你要当比较好的兵啊，那比如说你要养马，你要当骑兵，这个马不是国家发的，你知道吗？不是你考试合格，你会骑术，然后你是个射箭很好啊，马术很好，所以说呢，就把你升为这个铁骑啊，皇家骑兵啊，去打仗。没有，这个满清的这个骑兵的马，那是士兵自己带来的。士兵自己带马去，带马去你才能够去，你才有当条马骑啊，对不对？那你养一批不够，一批大概上次忘记他实际的金额了哈。之前我看过这些史料，那一批啊大概需要2年的薪俸，你去养这匹马。所以说呢，我们为房贷上班还好，人家是为马上班，2年免费，但是你不能只养一批。对不对？你得养个2、3批的替换，因为马会老会死啊。你如果把它养了病死了，你自己花钱的马，你把它养病死了，那你等于是犯法。在清朝这个规矩很奇怪，你把马养死了，不是国家的马，是你自己买的马，你要犯罪啊，你要受罚。所以说呢，这个状况之下，你就必须养2、3匹马，然后要去征召的时候，要去迎战的时候呢，你得自己骑自己的马去。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对不对？你跟付费上班是没什么状况，那这个状况，那大家还要当兵吗？不当了，说真的就不当了。所以说，为什么到后期8旗子弟了都打不起仗了？除了是说他们养尊处优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在家里我有饭吃，我只要遛鸟，然后呢去借高利贷，我就可以活下来了。但是如果我去上班，糟糕了，我拿到薪饷还不够养马的。还好几年没有拿到薪饷，还得去还这个马钱。如果你没打仗没打胜仗，那你还没有赏赐，那怎么办？那就糟糕了。所以说满人到后来是变成什么？大清灭亡的这些外军来的时候啊，他们几乎是不抵抗的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你不能上其他班，你就只能当兵，你不能在家里面去自己开个小店，不行的。满人你只能当兵，你不当兵你就是犯法。那你去当兵你就赔钱啊！你看你到后来，你就算不当兵在家里，你也拿不到钱，因为朝廷没钱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啊，在满清已经玩过了，就是你让百姓、让军人啊，让军人啊去付费上班的时候啊，你的战斗力就下降了。所以到后面就变成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对不对？他们这是地方军起义起来，然后呢，他新军然后训练。那很多时候啊，这些大官啊，他们的军饷哪里来的？打仗来的啦，打仗来的，怎么来的，我们就不用问了。那胡雪岩知道啊，我不知道，胡雪岩知道。所以很多状况就变成是说，你的士兵你自己也养不起，所以到变成士兵自己要办贷款，他们办贷款还有中央发指挥帖，就是说你怎么去申请无息贷款？无息贷款是真的无息吗？也没有，60天之内必须还。如果你超过60天了，那你就老赖，你要么就高利息，不然就违约，不然就很多的责任，是不是？不然就变成高利。60天了，那你得美国政府撑过60天啊！美国政府如果撑不过60天，那不是搞个毛，那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他们有一些的团体啊，就拿了130双军靴啊，放在那个五角大厦门口，什么意思呢？130双军靴啊，代表130万个美国军人啊，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没有给他们生活的话，那他们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说啊，很多人去调查美国的士兵他们家属怎么样生活，那后来才发现啊，很多的美军的家庭呢，他的储蓄不到500块美元，等于是说你薪水一停，我就可能我的房租就逾期了。那你房租逾期、房贷逾期，那在美国他是可以房东是可以起诉你，然后呢叫你打包立刻滚出去啊，立刻就可以滚出去，那你小孩就得流落街头。老爸在外面打仗，老妈在外面牺牲奉献，小孩跟父母被赶到街头上去，这情何以堪？那怎么去做？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你现在美国在委内瑞拉，他为什么急于去宣布他去打沉了这个所谓毒枭的运毒船？好，他也要宣布他的战果在，但是要去知道，即使他是有战果在，这些士兵如果领不到钱，那未来对委内瑞拉他要进行更大的攻击，别人愿意去吗？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的船坚炮利，你的飞机再强大，问题是委内瑞拉他一样10个人换你1个人，你也得损失万把个人。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委内瑞拉的战斗力啊，完完全全不是美国的对手。他虽然有中国的一些红旗的设备在那个地方啊，但是你去对付到美军啊，你无力于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这个是很现实的。他能够强的是什么？委内瑞拉有100万的民兵在当地给你打游击。那我们就从俄罗斯跟乌克兰战场就可以知道，这些民兵打游击，他不求胜利，就拖垮你，拖到你没有办法前进，然后呢一直撤走你，然后这边打我，你来我走，那你走我打，那这个状况，那美军是一定打赢的。如果站到正常状况之下，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对不对？但问题是他不满饷，你怎么办？你就根本就打不起委内瑞拉本土上面一些攻击，你就只能去轰炸，比如南斯拉夫这样轰炸一下。那其他的呢？其他你没办法，而且你轰炸你有风险，对不对？因为毕竟委内瑞拉还是有一些中国式的那个反导飞弹，或者是一些防空飞弹。那你飞过去，你就有可能冒了什么？你的 F-22、F-35，或者你其他的 B-52轰炸机可能被击落的风险，有风险啊，不是一定会击落啊，因为委内瑞拉实在太弱了，弱到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弱，非常非常的弱。我们之前有一个关于委内瑞拉的专题，好像在6年以前，6、7年以前有个这专题，那现在可能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所以说啊，现在美国就是它里面搬出一个法律，就是说呢，法律是要求美国军人在没有薪水状况之下，你也必须执行任务。但是呢，你问题是执行任务完了，你要士兵会去想一件事情：我可以为国家牺牲奉献，保卫国家，没有薪水我也愿意。但是问题是什么？我走了，你的抚恤金跟得到位吗？你连薪水都发不出来了，抚恤金你发得出来吗？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有一些比较和缓的一些自嘲型的一些抗议，在抖音上或在其他地方上会有出现，这些是美军的。但是呢，后面还有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连薪水都发不出来了，那么你的装备能够更新吗？那装备如果更新是有困难的，那么你说你要造船厂，然后呢来再建造一些更新的航空母舰、更新的驱逐舰、更新的飞机，甚至美国6代机，你薪水都发不出来了，请问你怎么样可以去研发？因为这次川普挪用的钱就是研发的钱，这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所以说我们要去看整个在美国，它已经是强弩之末，它基本上我认为啊，在这个我们之前讲到那个马斯克他的一个以斯变法之后啊，后面就是什么呢？后面就是万国宣战，对不对？我们慈禧老佛爷
万国宣战就要来了，嘿，他就要开始做了啊。当然，这个时间顺序不是这样子，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王朝它进入末日的时候啊，都会出现类似的人，是不是？因为天欲其亡，必令其狂，来一个狂人，美国的霸权要如何去维持住呢？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事情，好吗？问各位有什么问题哈？这里的党主席哈 ，OK， 加油！美丽的三读怎么评价？是18000，18000那个就没办法了，好吧？好，来哈，没有什么就继续哈。路过了球球，我好像很久没看到你了，对不对？很久没看到你了，还是你很久没说话，是不是？大家好哈，来这个按个赞哈，这个大家现在很多用电视看了，但很久没按，大家还是按个赞，好不好？好，继续下去。好，那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要去理解，就是说美国啊，就是我们台湾的台湾之光黄仁勋啊，就是一个 NVIDIA 辉达的老板啊，他近日宣布啊，他们公司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他在中国市占率从95%降到0%这件事情，但他本人当然是极其不愿意的，但是特朗普政府是要做这件事情嘛，他也没办法，他也只能照做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影响呢？这影响肯定是很大的，因为 NVIDIA 它的本身的算力啊是非常非常的强大，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是说帮谁去验砂脂磨粉啊。这个美国的晶片呢，尤其是 NVIDIA， 它本身啊它的一个算力是非常强大的，而它当然也会因为这次的事件啊，让它自己的营收下调哦，它会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增长 AI 最快的市场，因为毕竟无论如何，人家的平均消费力是有的，而且人又多，而且它也有这方面的产业需求。失去了中国啊，那肯定是对美国来讲，任何的科技厂商是一个难以承受之重。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有没有可以平替呢？目前为止是没有可以平替的。但是各位要去记老师接下来讲的话。目前呢、中国国产的 AI 芯片啊，他们从国内的份额已经从年初的5%到现在的35%，而且未来有可能因为政策的引导成的原因啊，再让他们变成他们国家的主流。那这个事情就变得很重要，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让境外的晶片进到你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研发的秘密啊，你就比较容易保住了。然后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资讯战啊，没有什么卑鄙不卑鄙的啦。今天美国有本事，你就把中国稀土的秘密盗走嘛，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但是他试过，但是没成功嘛，因为好几个想要偷渡出去这个稀土的提炼技术的都被抓住了，都被抓住了，行走了50万，对不对？都被抓住了啊！所以说你今天你要去，大家都要去偷这个事情，你想办法你做到，那就是你赢。但是你现在弄不到，那当然就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知道，现在中国的可以拿出来手的 AI 晶片就是升腾 910B。那 910B 啊，其实基本上啊，我们可以说啊，它跟 H100 的 P16 算力啊相比起来啊，那它是升腾 910B 的7.7倍，也就是说它比这个中国芯片强7倍。但是在特定场景状况之下，那森达的那个什么升腾的 910B 啊，还可以达到英伟达的 A100 的晶片，不是 H100， 是 A100 的85%。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其实落后这个先进晶片啊，真的还有5到10年的路要去走，当然可能就3到5年啦。你说5到10年有点过了，因为毕竟 AI 的加持之下，他们的科技进展啊是很快的，然后这绝对是很快的，那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单就这个晶片来讲，的确是英伟达还有一些美国的晶片啊，还有英特尔啊，他们的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中国怎么去做反制呢？第一个状况当然就是说，你要跟我提晶片，还有提关税，很简单，我控制你稀土嘛。那稀土一旦控制住了之后，你的研发就会被拖后。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一些的稀土啊，甚至半导体产业所需要的，你在封装测试的时候是非常需要用到的稀土。但是其他人有没有办法提供？是有。但是第一个纯度不够啊，你的一些良率啊，可能下降1%。那1%听起来是没有很多啊，但是我有问过这个专业的人士啊，他们说这1%，那可能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的损失。因为这个我不是很懂为什么啦，但是他们是这样跟我讲的。那我一个算命的嘛，你也要体谅一下，他们讲很多我没有一个听得懂的。而在这个状况之下，它并不是说你就没有这些来源，而是你不从中国拿这些稀土，那么你自己的良率就会下降，
那自己良率下降，那当然就是损失嘛，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那你不想损失，那你得慢慢用啊，或者像日本现在有做什么呢？有做这个回收这些电子产品，然后再从里面提炼出他们所需要的稀土，然后回收再利用。我觉得这也是件好事啊，因为本来这些东西都丢掉就丢掉，变成电子垃圾嘛。对不对？那现在他把它回收回来，我觉得日本也是做一件好事。垃圾回收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中国拉了稀土，那么美国他们能不能够重建这个稀土的供应链呢？可以的，没有问题。我也问过这些专业人士啊，博士级以上的这些大拿啊，我刚好是我们的贵客，所以说我有问他这件事情，还有一些我们风水课的学生。然后就说啊，这个其实其他国家是有能力去研发出他们自己的稀土产业。第一个，克服环保问题。那你在紧急的一些国家需求状况之下，环保问题是可以被忽略的啊，这个没有问题。中国我不知道有没有忽略，但是基本上欧美他们是可以愿意忽略的，因为你必须要有这个东西，你的科技才能够运行。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技术能不能达到跟中国一样？目前为止是有点困难啊，因为精度没有这么高。但是呢，给它3-5年的时间他们也可以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所谓的稀土的供应链就不用完全仰仗中国的鼻息，但是也是可以达到的。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一件事情，中国跟欧美的高级晶片差了3-5年的进度，那么现在他们的稀土也跟中国差了3-5年，那么大家都差3-5年，那我们就拖个3-5年吧。拖个3-5年之后，你有了稀土，我有了技术，大家分庭抗礼，输的人是谁？当然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中国输的可能，因为它本身并不仰仗美国这些东西来影响它的国际民生，并没有他们的国际民生不依靠美国的进口商品，所以他们没有大豆，美国的猪中国的猪不会饿死啊，对不对？那猪本来就吃那个豆粕的嘛，对不对？那你美国不买美国大豆，难道中国猪饿死吗？也没有饿死啊，是不是？都没事啊，那么还是一样继续从其他地方借来更便宜。所以在很多状况之下那这个3-5年的时间就变成关键。这3-5年中国一旦撑过，那后面的整个世界局势就会变化成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就变成中国变成一个独强。所以老师非常建议，我公开的告诉你，你在海外，你无论你到第几代了，请你注意老师讲的话，你要立刻赶紧的去到中国去看看你自己还有没有市场，甚至在那边是一个小产，让自己有一个回头的空间。那如果你本身是从台湾出去的，台湾买房子现在可能还有点贵了，晚一点吧，晚一点就便宜了，晚一点便宜了。但是你一定要把你的资产分离一些到亚洲来，无论是放到台湾来也好，放到香港也好你不放大陆可以放到台湾跟香港，你一定要有资金的空间，你不要把什么都 all in 在美国或在其他的欧洲国家，因为你的风险太大，因为他们地缘政治来讲，中国可以经得起再一次的世界级大战，但是其他国家没办法。我这样讲很明白吧？中国是可以再承受一次，无论是越战，比如说韩战或者是2战甚至是日本你敢来，他也可以再打一次，他是可以承受的这一些，而且百姓还不会造成饥荒。所以中国现在的底气在这个，即使面对战争，你不可能让中国产生饥荒，不可能，没有办法造成饥荒。你能不能断中国的电？几乎也不可能，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最好的朋友。俄罗斯是好朋友，伊朗也是好朋友，对不对？那在这个状况之下，能源怎么会缺呢？他们自己还有所谓的他们的一个核融合的技术，那怎么会去缺能源呢？对不对？大家也拼命想把能源卖给他，因为你不买，那别人也不买因为你是最大的一个人口制造国，那你当然是需要能源所以中国可以经得起再一次的大战，它可以拖死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只要跟他作对，他都可以拖得过。而目前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到的，就是台海之战。台海之战，你说容不容易？我觉得，台湾投降的机会是比较高了，所以说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难了，因为台湾抵抗意志已经慢慢的瓦解了，因为没办法，这个14兆亿，他们台湾抵抗意志开始慢慢的瓦解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有这个3-5年的时间拖住美国，美国一想拖这3-5年，就变成我们的秦国，对不对？他去修建了这个郑国渠、都江堰的时间，一旦做好，后面他就丰饶。那你这样打起来有意义吗？所以说你欧美的陨落那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因为他们用资本游戏把自己的成本定得太高了。还是一句话，各位去明白这个世界的运行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今天在过去的唐朝，我们所可以看到就是他把自己的那个货币炒到全世界，而他把他自己的物价定得太高这个在唐朝都有这个状况，汉朝也是一样。
到最后你的洛阳纸贵什么任何东西都开始出现了。所以当你这个国家通膨开始失控，而你负担不起这个成本的时候，你的王朝必然面临到没落。就唐朝它也没办法撑得过几百年了，对不对？所以说，在我们看到美国也是这个样，欧洲也是这个样，你熬不住这样子通膨的时候，他就必须回来检视他为什么这高通膨。原因就很简单，因为过去的二战之后，他们向全世界获取了他们所需要的资源，所以是说他拿这些资源拿去制造高福利啊，开支票，然后去享受一个很美好的生活。那么现在你要怎么还债呢？因为你垫高你的生活了，那你就变成会有落差。那你水垫的那么高了，你一定要把留下来给你下面的人，你把水拦住，你自己都会崩溃。懂老师意思吗？上游的水你把它拦住，到最后受灾的是谁？受灾一定上游先崩溃嘛，那个地方一定会崩溃。你水最终你还是得留下来，就懂老师意思吗？水坝它不是全拦住啊。水坝它是有放流的这种的机制啊，它不是全拦住啊。但是美国高关税的状况，是不是就想把整个他自己的钱留在他们自己国家里面？那你是不是迟早会崩溃？这个各位要去懂老师的意思。世界在循环，它都有它一个逻辑在，而不是说谁能够改变什么事情，而是整个的资本工业。过去中国有，印度有，是罗马也有，对不对？古罗马时代也是这个状况，古希腊也是这个状况。你把物价垫高，福利垫高，身份地位把它拉很大，那百姓有所苦的时候，那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必然就会有这个状况。各位去理解老师所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要看到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要明白你自己未来20年你要怎么样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说过去1年我一直跟你讲，其他的不要买，你就买黄金，赚不赚？赚，赔不赔？前2天不是有跌吗？昨天还前天有跌嘛，对不对？但你整体而言，你都还是赚的，是不是？1年前跟现在比，你就跌了200块吧。国际黄金价好像从4000多变成4200，是不是？好，亏了100-200块。但是你在什么时候接买的？你一直买进，那你是不是都赚钱的？那现在亏了，你要把它卖掉也不用，因为放10年你一定赚，放10年你一定赚，因为它硬通货嘛，对不对？哪一个国家倒都无所谓，黄金债都可以换钱，因为它是民生必需品。很多东西啊，科技啊，你没有仰赖黄金，你是没办法运转的。这很重要，不然人家为什么会炼金术师呢？炼金嘛，那个金现在的科技是需要用到黄金的啊，超导的问题啊，这个是各位去理解。好，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状况啊，就知道是说美国现在是非常的不理想，那所以他现在管制了这些科技之后，中国做了对等的反制，就是它的稀土管制。那这稀土管制啊，中国会管制多久？会不会因为是说11月1号没课关税之后，中国就解放稀土呢？这个是有概率，但是呢，要看美国他愿不愿意同意啊，放下他自己的尊严，完完全全的是放下对中国课的关税。那么你只要一放弃，基本上特朗普就等于输了。而他最不喜欢就是输了，他说到如果做不到，那么他也会觉得他输了，但是他会用其他词藻去美化。但是你既然不课，延后3个月，那中国会不会让你继续买3个月的稀土？这有争议啊，他可能开放一点点配额，但是他不会让你全部过去，因为他看你的一些其他的软体啊，或是你的一些高科技的东西能不能放给中国啊，这个就变成博弈的状况，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吗？好，那这个状况我们看看各位有没有其他问题哈？接下来我们稍微讲一下高市早苗，我们今天都差不多了，好吗？那他演艺圈很乱，那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吧？那还有不乱的吗？那还有不乱的时候吗？资本在运行的时候啊，道德不是什么可以约束人的地方。在这里啊，老师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好吧？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是完全不能够退让的底线？各位你觉得有没有？你觉得有没有呢？世界上有没有完全不能退让的底线？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是例子啊，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哈，各位讲，老师不要断章取义哈，我是给你举个例子，好吗？岳武穆王岳飞高风亮节。一生为民族为国家奋斗致死，对不对？他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千古英雄，这个没有问题吧？岳武穆王，我相信大家没有什么争议，尽忠报国，是不是？他不但尽忠报国，而且呢，他还在最后一刻，他还忠于皇家的命令，哪怕这个是莫须有的12道金牌，他也怎么样？他也回去了，对不对？我们对他的忠心啊，真的是可昭日月，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么
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会让他去对金国俯首称臣？各位你说有没有？有没有可能？因为岳家军的拐子马，岳家军那个战斗法把金兵的拐子马，然后打了七零八落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只要继续打下去啊，徽钦二宗一定可以接回来。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他们这皇帝也不想他回来。那么有没有可能在一个状况之下，这个岳飞他同意向金人跪下，然后俯首称臣？有没有可能？如果你觉得没有可能，因为他是民主英雄，那你就错了。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来讲，这个金兵啊，他只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我放2个皇帝回去，你跪下来学狗叫，你觉得岳飞会不会跪下学狗叫？会不会？会的，因为他的使命就是救回徽钦二宗，他的使命不是我自己的功成名就。如果金兵提这2个把徽钦二宗放回去，你再跪着这样学狗叫，我告诉你，岳武穆王他肯定干。他肯定干。说人跟人之间呢，任何事情之间呢，你只有利益的能不能够协调，你没有不可推让的地方，只有你钱给的不够，利益给不到位。岳武穆王不要钱，但是他把徽钦二宗送还给你的时候，那岳武穆王他愿意放下自己的忍辱负重，做任何事情他都愿意，哪怕跳出去跟那个明宝宗，对不对？一样，是不是？朱祁镇一样，在那边光着身体唱歌跳舞，我告诉你，岳武穆王也会愿意。因为他的底线就是皇帝，2个皇帝放回来，他什么事都愿意，他连死都不怕了，他还怕去跳裸体舞吗？对不对？所以说啊，任何的东西是你利益有没有给到位，利益给到位，而且是他要的利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退让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要守着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这件事情，只有你给不给得到位的利息，而你给到位一定是金钱吗？没有，就是他要的东西你有没有，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好吧，这个东西就是未来我们会跟各位去谈的。这个郑老师现在在准备那个资治通鉴的课程里面都有说哦，这个世界上需要的就是你能够用对的方法跟对方去交易，那么你可以获得你所有的任何一切，任何一切可以换到。但是你愿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呢？你说我愿意，我愿意。如果当你说愿意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的时候，代表你自己的筹码不值钱，懂了吗？你自己筹码不值钱，你才愿意换出去获得你要的东西嘛？因为你要的东西比你自己有的东西还有价值，所以你愿意付出你所有去取得你比较好的东西。当你愿意不择手段，或是你要放弃所有一切，你都要得到这个的时候，代表你自己的筹码不值钱，你的理想也不值钱，因为没价值。你拿你自己没价值的东西去换到你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你本身就是亏了。所以说，观空一空，空所空，所空即有无一无，就是这样的意思，好吗？好，我们接下去把最后一个段讲完了啊，这个小故事而已，好不好？再我们讲高市早苗哈，高市早苗啊，他最近啊，其实有没有可能在明天啊，他当上这个日本首相啊？我还是觉得有点悬啊，因为日本啊，他们的一个政治哲学啊，并不是说谁跟谁联盟你一定会赢的啊。比如说我们看过去日本的幕府时代的官资源大战也是一样意思。哦，你两边对阵啊，你真的是谁稳赢吗？其实没有啊，其实没有这件事情说你谁跟谁联盟一定是稳赢。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因为啊，现在即使日本的自民党啊，他就跟维新会啊，他们已经开始做结盟的状况，他们2个加起来，他们还是没有过半的席位，就这么简单。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之后，他没有过半的席位。既然没有过半，那么你这个皇帝出不来，那么你的之前的朋友变成现在的敌人，他们可不可能全部抱在一起，选出一个他们的共主，然后去共同去分日本这个现在的所有的一些资源呢？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个事情哦，这是一个非常很有可能的一个事情，因为维新会它本身的席次并没有这么的高啊，并没有这么高。那但是我们要反过来讲，虽然日本的政治的生态里面啊，并不这么去支持高市早苗去当选。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是说，高市早苗这么激进的人啊，他获得的民调支持度是很高的。好，目前民调啊显示，这个高市早苗的那个民意支持度啊高达 43.8%， 哦，是高于石破茂还有菅义伟的这个得票数哦，是比较高的，就是他们支持率是比较高的，而且是年轻选民的状况啊是高过 50% 的，也就是高市早苗这么激进的人啊，反而是符合日本青年他们现在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还有他们的一个屈辱感，可以获得很好发泄的地方，就是需要高市早苗
来去大破，看能不能大立。但是基本上你破了就很难立了，因为日本现在没有这个底气去立，它只有办法破，但是立不起来。原因就很简单，因为日本你没有办法抵抗得住，同时去面对俄罗斯跟中国的压力。哎，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因为日本他现在的一个老板了，他爸已经没有办法去支持日本什么东西了，因为他爸就是美国嘛，对不对？那美国是我们的爷爷嘛，对不对？好糟糕的事情，真是太糟糕了。所以现在美国他已经打不起任何仗，那等于他对日本的支持度也会少，没有日本的支持，然后呢，有日本进到美国也有一些的贸易障碍。那这个状况之下，日本你要怎么去发展你的经济呢？你现在只有关键的一些部分产业，你是可以跟中国抗衡的。这部分产业，比如说你半导体产业啊，日本很多是比中国还要强大的，但是它强大的幅度又没有跟那个 NVIDIA 一样那么的前面。那你说光刻胶这个东西是不是完全没有替代品？日本直接去制裁中国，不卖给你光刻胶，真的是 OK 吗？这个打了问号，因为日本也怕，如果我突然不卖给你光刻胶，你哪一天蹦出来一个替代商品、平行的商品可替换的平替商品，那以后我还卖给你毛。说日本为什么到现在很多人怀疑是说日本为什么不听美国的，然后呢对中国进行半导体制裁韩国说不对中国进行半导体制裁，对不对？海力士试过了，他没成功。对不对？没成功，那就快出事了，是不是？那日本如果可以弄他们这些公司再对中国进行制裁，那你就等同把中国的这些平替商品逼出来，一逼出来，日本的经济要怎么维持下去呢？所以说不翻脸就是最好的策略，对于日本来讲。但是高市早苗他要的就是翻脸，不翻脸怎么行呢？对不对？他们觉得日本实在受委屈太多年了。他们必须要翻脸，可是造成他委屈的是谁呢？那当然还是美国啊，不然广场协议哪里来的？所以接下来变成是说日本是一个需要一个替死鬼。所以我个人认为高市早苗他如果清晰一点的话，他就别当这个首相。他一当这个首相，他这辈子也就完了，背负了骂名跟黑锅。然后呢，我觉得他不会比泽伦斯基好到哪里去的下场，因为你一次就要把所有锅都背干净，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没有派系在他自己的名下。他不是他们的派系任何一员，他等于是独立参选员一样的意思。他既然没有派阀，你就没有人会需要去支持你，因为你支持你我没有好处，反对你我也没有损失。那么我不如把一些有毒的东西包装的糖衣送到你的面前，给你这个首相去扛这个责任，就包含了之前的那个出行中日本这么所有的 ETF 一样的意思。这些东西谁去接你都接不住。日本经济正在快速下坠中，加上日本还有一些天灾人祸你还没有解决。日本的稻米解决了吗？对不对？他日本稻米那个他们农业省那个里面的大黑幕，你有办法解决吗？没法解决，因为你没有什么，你没有党机器，你没有这些调咖，你没有这些人帮你，你怎么去干呢？所以日本啊，其实如果你还在日本呢，我真的是建议啊，你自己要留条后路哦。当然，我相信你一定忠于你自己现在的国家，但是未来你一定会在日本受到一个蛮大的压力，即使别人不歧视你啊，日本基本上你讲日文讲得溜的话，别人也不知道你是中国人嘛，也不知道你是移民过去的，但是你的小孩或是你未来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难堪。所以要趁早还是留一条路给自己，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好吧？日本民众不知世界大事就是大家被那个长时间工作时间压制了，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老师，请问教 AI 的课程什么时候会出来？齐老师。徐老师，他说他尽量了，然后我们就相信他一下，好吗？好，那我们第二件事情什么呢？高市顺利上台，他会成为日本的慈禧太后，他没这个实力。慈禧太后他为什么可以搞烂清朝？各位，你要去理解慈禧太后，她不是因为她独裁，她就可以成为慈禧太后，没有办法的。清朝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它最大仰赖的不是皇权，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他最大仰赖的是他的八旗制度里面的宗室，也就是贵族世家不是那个卖牛排的啦，好不好？他这个仰赖是贵族世家，所以他后面的宗室上三旗的这些贵族愿不愿意给他支持？那这是重点，能够去突破这些所谓的宗室制度，而且能够大刀阔斧去改的，只有一个皇帝，雍正皇帝。他最后被累死原因也就在于是说，他没有办法利用到宗室的力量来帮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他跟他们的那个13皇子允祥铁帽子王那两个都累死的原因在这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调动到这些中士的力量，他只能靠新科的状元，比如说以继善，对不对？这些人来去把他就帮他去处理这些事情，那就是没有中士。而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够独霸一方，并不是因为他得到西太后然后垂帘听政是这么简单，要反他分分钟的事情。但是中士王爷支持他，那你这个皇帝也不是正统的皇帝，因为他是过继来的皇帝，对不对？后面的皇帝，老说他后面的皇帝，所以你不是一个自己的皇帝，所以说呢，中士就没有必要去支持一个你这个戊戌变法失败的人，然后呢，以后后面要继续支持你，因为戊戌变法这个事情就已经触碰到了这些中士的权利，所以是说呢，他们就会反这个戊戌变法之后，再让光绪帝使个幽禁之所。那这个慈禧皇后才能一直拿到这个实权，那是因为中士，好不好？高士早苗没有中士的力量，他根本就没有这些大名的支持，这些大名一直拼命的想给他黑锅照而已，没有人想要去给他实权，也没有人要替他的政策去背锅，所以他上去之后，肯定是日本最惨的首相之一。最爽的是谁？近代最爽菅义伟，当几个月我下台了。我捞到一个首相的头衔，我的后人都可以跟他讲，是说我爷爷、我太爷当过首相。如果日本那时候还没沉没的话，对不对？我爷爷跟太爷我当过首相，我们是首相之家，是不是？帮别人扛锅3个月，他就是首相。你看菅义伟多赚，他啥都没什么干，他就成功了，是不是很赚？石破茂就我们有点凄凉，他想干，发现他自己不是那块料，想下来下不来。所以后面过2天我们就知道了，好吗？报上台哈，来了今朝晚去31，那个还好，那个仇日情绪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中国的百姓啊，其实大部分还是比较理性的啦你说一些比较激进的，那我觉得那个是不多，嘴巴上喊一喊可以啦那我也要记住这个历史教训啦。但是你说他真的会在路上去揍日本人，我觉得目前为止那个凤毛麟角还是很少看到的。大部分去中国旅游的日韩的百姓都还是很受当地人的尊重跟欢迎，好吧？这就是差别在这个地方。好吗？那台湾就不一样，我们台湾其实是蛮变态。以前我在那个南崁那个时代什么陈云林访台，对不对？他在他的那个摊车上面就叫陈云林滚蛋，我就觉得奇怪，你一个卖卤味的，你叫陈云林滚蛋，我说你为什么要写陈云林滚蛋？他说呢，这表达我自己的意思，然后让他知道说我在反对他。我说你一个这卤味摊的，你觉得人家会来你这边吃卤味吗？就是这个意识形态被洗脑中头就蛮可怕的，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个地方各位还是宣布一下下周我们的这个秋季补运法会那就要截止了。那各位请记得那我们的报名时间过了就是过了，因为秋季的事情准备很多，我没办法在后面再帮各位去做报名，因为一定在网络上报名。65岁以上的资深少男少女那就请各位你可以来找老师帮你去做人工报名，好吗？好，另外就是下周我们会更新的，就是我们一直忘了更新因为不好意思，我真的忘了更新，有更新的生肖运势我忘了更新，后面就是我们的11月的流月总论解析跟11月的生肖，我尽量在下礼拜一次把它做完，尽量了，好吧？我尽量把它做完，然后公布出来。而下周3或到下周4我们的八字排盘系统我们会更新那就是让一些我们的跟老师有老花眼因为我期待嘛，我都比老花眼严重，你可以把它放大。然后呢，你可以看到那个自己是几斤几两我们把它详细的帮你算出来老师尽了全力了，但现在还不知道完美但是就是尽了全力因为要改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那个重写的算式太多了。因为发现一件事情八字的神煞现在最困扰我了，因为你常用的神煞20个，但是我手上有的神煞计算方式有100多个，我到底要不要把这100多个把它算进去呢？那个也是一个问题啦，那个真的也是一个问题我真的觉得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判断那个逻辑方程式重新写，就是一个算命的我还要写数学，他妈的，那我直接为什么不考理科班就好了，对不对？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继续听一下我们的阿坚。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听一下我们阿坚哥的歌。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